兰陵金是好大的本事。苏舍衣衫凌乱，微微喘息，狼狈至极。他瞪着金陵，恨声道：为了围猎，竟然连这种事都做得出来。看来若是谁对你金少爷不敬，都要被如此威胁了。金陵气道：关我什么事？你凭什么觉得这和我有关？我兰陵金氏一向光明磊落，也是你这种人能随意揣测的。苏舍道：金公子好大的口气，公然贬低长辈，兰陵金氏的家教不过如此。金陵一脚把那女鬼踹了下去，苏舍手里的南屏一闪一闪，想来是方才一下爆发损耗了太多灵力，出现了灵力断层。妖兽还在聚集，此地不宜久留。金陵咬咬牙，狠狠瞪了苏舍一眼，便欲离去，见刚刚升起来，眼前却突然掠过一个阴影。金陵暗叫不好，不知道是什么会飞的东西被招惹来了。他一咬牙，右臂横在面前，整个人紧紧闭起眼睛向后缩去，预想中的疼痛却并未如约降临。他耳畔掠过一阵风声，接着是妖兽的惨叫。金陵睁开眼，正看见一黑一白两个身影。韩光君，大前辈。金陵几乎要脱口而出大舅舅三个字，但念及苏舍还在现场，又硬生生咽了回去。魏无羡脸上戴着蓝忘机在鬼市里收到的那个红蓝面具，闻言对他眨了眨眼睛。他从碧尘上跳下来，绕到金陵身后，一边给他摘下头发沾上的草叶，一边轻声道：没事吧？金陵道：当然没事。魏无羡点点头，转身把他护在身后，却见苏舍正满身狼狈，咬牙切齿地看着蓝忘机。他手里的剑一翻，猛地把凑上前来的妖兽扫到一边，上前一步道：韩光君，真巧。蓝忘机对他点点头，面上波澜不惊。在我被如此围攻的时候，出现的偏偏是你。苏舍喘了两口气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魏无羡越听面色越古怪，忍不住道：你谁呀？如此针对韩光君，他能干什么？自然是来陪我救人的。苏舍嘶哑道：救谁？话音未落，方才被魏无羡挑到一边的飞兽便扑过来，一双利爪在苏舍胸前猛地一撕，苏舍胸前立刻涌出股股鲜血，他呕出一口血，伸手抓住胸前的衣物，膝盖一软，整个人便不受控制地跪在了地上。这一跪正对着蓝忘机的方向。苏舍整个人仿佛要气到发疯，南屏撑着地面，便要强行起身。蓝忘机原本已经走过几步避开了他，此刻却突然神情一滞，瞪大了眼睛。碧尘出窍三分，尚未伤到苏舍，又是一波走势妖兽便又围上来，像要把苏舍分吃一般，如狼似虎。魏无羡把金陵拢在身后，此刻终于看懂了些什么。他冷笑一声，抽出陈情吹了几个调子，绕在苏舍身边的走尸低低的吼了两声，前仆后继的冲过来，把苏舍又按了下去，结结实实的跪在原地。魏无羡向前走出几步，其余的走尸游走在是四周，按住那些蠢蠢欲动的妖兽。他穿过呜呜叫着的走尸群，绕过被按在地上拼命挣扎的妖兽，走到苏舍面前，一撩衣摆蹲了下来。他漫不经心地理了理衣袖，道：你是？算了，反正我也记不住。苏舍怒道：你说什么？魏无羡轻笑一声，抬眼看了他一眼，这目光极冷，仿佛只要他想，苏舍便会万劫不复。魏无羡慢条斯理地说：为什么这些东西都冲着你来，想过没有？苏舍道：难道不是你们捣的鬼吗？他说着，忍不住又抬眸狠狠地瞪了蓝忘机一眼。魏无羡打了个响指，一具走尸伸出手，把苏舍的头又按了下来。让韩光君如此大费周章，就为了给你这么几个无关痛痒的伤口。魏无羡看了看他勉强拢住的胸口，你也配？苏舍哪里受得了这种侮辱，登时发力，整个人向魏无羡压过来。魏无羡嘴角带笑，撑着下巴看他挣扎，分毫的退缩也不曾有。蓝忘机站在魏无羡的身侧，此刻碧尘忽的出鞘，在苏舍胸前利落的一划，干脆的抹掉了他的最后一层衣物。此举来的突兀，魏无羡一愣，苏舍更是震惊，下一刻他便慌乱地缩回去，试图把胸前理好，然而他的双手早就被魏无羡锁住，此刻已是避无可避。衣物落下，苏舍胸前被妖兽划伤的血痕便暴露在空气中，一同见了天日的
还有那密密麻麻的黑色的坑洞，千疮百孔。魏无羡瞳孔收缩，震惊万分，是你当年给金子勋下咒，直接导致了穷奇道劫杀，间接促使他死去的真正的下咒人。金陵躲在魏无羡身后，迷惑地眨眨眼睛，道：什么意思？苏舍怎么了？魏无羡无暇顾他，气得发笑：我魏无羡跟你有仇吗？要如此嫁祸于他？苏舍自知败露，面露凶光，道：少胡思乱想了，我杀金子勋根本不是为了陷害魏无羡，是金子勋自己蠢，以为夷陵老祖会理他那么一个蠢货，才害得自己疯了那么多年，死的一点也不冤。什么？金陵看看魏无羡，又看看蓝忘机，什么陷害？他干什么了？魏无羡道：不是为了陷害魏无羡，那你是为什么要给金子勋下千疮百孔？